第一届台湾科学节就在10月底会开始，为期2个礼拜。因为世界各地的重视科学教育的国家，多半都有他们自己的科学节。无论你会看到爱丁堡科学节，或者你看到香港科学节、纽约科学节，它都是一个每一年固定时间的盛事。而这个盛事呢，不单是给他们当地人、当地的学生带来丰富的科学趣味，同时也是一个吸引国内外观光客的一个好的场合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很高兴，科博馆就作为这一次第一届台湾科学节的承办单位，也就是5个馆里面，我们负责整体的筹备规划。那另外4个馆呢，把他们规划的活动合在一起，共同来举办。那科学节的活动层面就非常丰富了，无论是我们讲戏剧也好，有大型的科学艺术舞台剧，也有比较中小型的戏剧。那另外还有影展、科学市集，好多有趣的科学游戏呢，摆在大量的摊位里面，让民众、让学生来接触这些有趣的科学游戏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另外还有好多10大科普基地。我们讲的是很多科学研究的单位，或者是自然保育的单位，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做科普推广、科学教育的，但是呢，他们有足够的科普能量，也很希望对民众、对学生推广科学知识。所以我们就邀请了10个大的单位，有公家的部门，然后有民间的，甚至有大型的企业，作为我们第一届的10大科普基地。11月10号是联合国定的世界科学日，当天是礼拜2。那教育部呢，接受了我们的建议，把那一天定成一个全国的高国中小学大家普遍接触科学的这一天。所以我们在世界科学日会做科博馆的科学表演实况转播。这科学表演呢，会出现在我们的广场上面的大科学城堡。我们准备在科博馆的整个2期广场上面打造一个哈利波特式的奇幻的中世纪城堡。在这个 U 字形的城堡里面，中央就类似一个罗马竞技场的环境，是我们科教组的同仁们呕心沥血设计了一堆好玩的游戏，旁边可以坐上400人。我们就会希望来自各个学校的学生，或者是报名参加大科学活动的民众，能够坐在那个地方欣赏博物馆各种各样有趣的科学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在11月10号会对全国的学生转播，也希望大家都能体会到科学有趣的气氛。整个科学节最大的亮点是我们自己规划的大型科学艺术舞台剧，用艺术的形式来包装科学的知识，让现场的观众6000到8000人，很多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的亲子家庭，让他们能够体会到你是来欣赏艺术，但同时却接触到了科学。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，不要再拿科学教科学了。再拿科学教科学只会让人觉得枯燥无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用艺术、用人文、用生活、用大自然里面的现象来教科学，一方面大家会觉得亲切有趣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它真正是把我们周遭环境的科学原理展示出来了。讲到了舞台剧，那这是我们在近年来一直希望用艺术包装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做法。今年的第5出舞台剧，我们的主角是16世纪到17世纪中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克卜勒。克卜勒跟他的老师蒂谷，蒂谷是个丹麦的天文学家。当时呢，蒂谷创造了全世界最精准的天文观测环境。他有一个大的天文台，城堡式的天文台，然后做了最标准、最准确的火星轨道的观测。而这些数据让他的学生克卜勒做了分析研究以后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，就是太阳系里面所有行星的轨道不是圆形的，而是椭圆形的。你想想看，从圆形到椭圆形，这看起来非常小的一步，其实是人类心理上抛掉了2000年前希腊人告诉我们的均匀、和谐、完美、对称的圆形，很不容易的把这个观念彻底推翻了以后，接受了椭圆，就会发现科学上面观察行星的误差几乎接近到0。克卜勒的这个椭圆轨道的提出，结合了50-60年以前哥白尼的日心说，就是以太阳为中心，不再是天主教会以地球为中心的地心说了。哥白尼的日心说结合了克卜勒的椭圆轨道，彻底的击垮了天主教会一向
宣称的地心说，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个学说。所以这一系列的伟大人物，他们在中世纪的科学革命里面扮演了重要的推手，那克卜勒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但他一生过得是如此的坎坷，充满了戏剧性，充满了戏剧张力，所以我们忍不住还是把克卜勒的一生写成了第5出的戏，摆在这个第1届台湾科学节里面，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分别演出，而15号结束的那一天，也就象征了这2个礼拜的科学节告一段落。巧合的是，我们演的是克卜勒的一生，15号那一天就是克卜勒390年前闭上眼睛的同一天。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谁？牛顿，英国的牛顿。但牛顿是在克卜勒之后几十年才出生的。可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牛顿3大运动定律，其实它的关键核心就是脱胎于克卜勒的行星运动定律。10月底到11月中旬，台湾的大部分地方秋高气爽，天气良好。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，大量的户外跟室内的活动，能够引领民众走出室内，走到户外来参加5个馆所的各种各样的活动，让那2个礼拜变成一个全国的科学嘉年华。